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冰崖，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生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叶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叶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吧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九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三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一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啊，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
的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，它与剑主心意相通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中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。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梦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它交流，它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，没关系。
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，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，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使命。